大家好，今天加播一下，因为前天晚上没弄完嘛，呀，这个孩子们回来了，我也不敢泛黄了。今天晚上这个后半场18禁的节目，结果他妈的张教授带着孩子们进家门了，3个孩子鱼贯而入，我赶紧戛然而止，赶紧给夹断了啊，没弄完，所以大家都很不爽啊今天我们是个泛黄专场啊，就是把上集的我没说完的男女之间性爱的干货告诉大家。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？很遗憾啊，就是咱们中国的女性70%没有性高潮过。这是有科学数据统计的，70%的女性就是有，就包括咱们的观众虽然素质很高，但是那也就是至少有30%啊，没有见过性高潮。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穷人的啊，他是穷困地区的，基本上这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性高潮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权啊，就是我小时候那些女权主义者，包括木子美，他们讲解放阴道、解放女性的性高潮的自由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性高潮是人啊，作为人这个动物啊最高的一种啊，除了吸毒之外，这是最高的享受了。所以你这一辈子没碰过，那这肯定是不对的啊！这个无论如何你是吃亏了的。所以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个可惜这个主要责任在男方啊，女性没有达到性高潮，主要责任是男方啊。如果把性爱的女性高潮比作挖出金矿来的话，那你矿工不给力啊，你没挖到位啊，那你说是不是主要责任在金矿埋得太深了？那你换个矿呗。所以呢，换个会挖的呗。那我今天要教给大家是真知灼见，这是真正的东西，就是怎么学到挖矿的技巧啊。30岁的一个教友分享过来的，非常好啊。他分别从男性和女性2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，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，因为我也是只是从男性视角来讲。包括我们中国古典的《黄帝内经》《素女经》，它也是只说男性的视角。包括日本的 A 片啊，印度的爱经，所有的有关于性知识的这种所有的典籍都是男性视角啊，都是男的写的。我第一次见到从女性视角分析，还真就是我们这个教友的首创。再次给大家分享出来。我上次分享了男性的部分之后呢，女性部分我就戛然而止了啊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讲啊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经验啊，就是女上位比较省事儿。为什么女上位比较容易达到长时间的男女世界？比如说你要干1小时以上，你必须是主要采取女上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女生啊没有劲儿，说白了女生的体能特别弱，女生被你咔大火箭一顶，她就浑身瘫软了，所以呢你就很容易控制节奏。如果是男生的那个腰力多厉害啊，你那一下等于女上3-5下的那个冲击力度，所以呢就是不到最后关头不要用男上位啊，开始当然也可以男上一会儿，然后主要就是以女上位作为双方嬉戏的一个主要体位。这是我个人的经验，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，反正怎么都是，总而言之就是第一，开始的15分钟不要大动啊，然后把这个龟头火箭麻木住以后啊，这个兴奋度没了以后可以大动了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到80%点啊，60-70%拔出来玩一会儿，或者想想你老板，或者想想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，然后呢你再开始第2轮，这样的话呢双方呢加以什么语言呀、什么姿势啊这种啊就非常好玩啊，场景啊，要是在沙发上玩一会儿，在卫生间玩一会儿，就这个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而且你这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女伴的那个下边就像开了水管一样，是真不会出火星子，就是真不会出火星子，就是越弄水越多，最后那个水声啊，就真的是能听见的，就是2个人的水声是能听见的，吧唧吧唧吧唧，这是能听见的，而且是很容易听见的，这挺大声的，比你洗手那个2只手的那个水声溅的声要大，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性爱过程，这个就是床上绅士，女的在上面比男的在上面要是厉害的那真厉害，男的就完全没有抵抗力，3分钟交枪，但是那都是职业女性啊，就是练过肚皮舞的。那个女生如果趴在你上面，哒哒哒哒，那个电臀马达一来，我操，你完了！你这时候你赶紧把她压下去。就是如果对我刚才忘了说，如果你的女伴是练舞蹈的，尤其是练肚皮舞的，你可千万别让她在上面，那你必输无疑，你根本控制不住。那因为女生一旦会电臀马达画圈，我去，男的在底下就是瞬间进入天堂啊，就是那拿捏的死死的。但是好在是以我对中国女性的了解，10里无一，百里有一，百里挑1、2嘛，就具备电臀马达能力的，要么就是小的时候当过运动员啊，就是长跑运动员之类的。要么就是跳过肚皮舞啊，好了，这个对男的要有有氧运动的基础啊，就是男性要吃促睾酮的药，然后尤其中年男性啊要有氧运动，有氧运动就很简单，就是不要弄跑太快啊，就是小慢跑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游泳或者是椭圆机，1个小时奔45分钟往上，45分钟以上才叫有氧运动啊，45分钟以下不叫有氧运动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提女生这边的重点，那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啊，那么女性的舒服和女性的高潮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所有的我的女性观众此刻你们要注意到啊，如果你们只是在性爱的过程中舒服，你们没有到过高潮。什么叫舒服啊？就是突然你叫床叫的特浪啊！我是个小妓女啊，我是你的肉边琴，那不叫高潮。哎，不对呀，王叔，我在平时我是个白领，我是个对吧？我是一个很正经的女人，我都叫我是个妓女了，我怎么能没高潮？那不叫高潮啊！那怎么在半路上呢啊？然后忽然出水了，哎，水都流到床上去了，那也不叫高潮。然后双腿抽搐啊，哒哒哒，不叫高潮。然后说我要起来必须得尿，那也不叫高潮啊，那是舒服。真正的高潮就是跟男性是一样的啊，女性的真正高潮跟男性一样，就是过电。你跟对电棍给你怼到身上，你那表情那就是真正高潮的表情。就是为什么王叔老说口眼歪斜呢？就是你被电棍电下啊，那种口眼歪斜啊，那是实际的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记住啊，女性在这个高潮过程中至少可以20秒，至少甚至有可能持续1分钟以上。女性高潮，如果她是因为男性这个时候掌握好技巧，可以连续让女性在高潮的位置一直待着啊，2-3分钟都是可能的
但是男性大家很遗憾啊，男性像我这样修行也只能20-30秒、30-40秒啊，1分钟都很难。就是而且我修行很多年了啊，我也只能大概就是我停住在高潮的状态，大概也只能30秒到1分钟之间啊，我还突破不了1分钟。所以这个就是造物主非常公平啊。女人高潮虽然难，男人高潮虽然容易，但是女人的高潮的质量远远超过男人，所以造物主非常公平啊。那就是蛮干是不可取的啊，要巧干。那么女性的性爱怎么去分析她的那个性爱兴奋度？如果男性爬坡分析的非常清楚了，是开始要缓走，然后要波峰走、波浪走，最后那个冲刺是看到女朋友高潮以后，看到她口眼歪斜了，看到她浑身抽动了，看到她浑身大汗了，看到她要喊啊，明明是危险期，而且你们俩是在偷情，她根本不敢怀孕的时候，她让你射进去的，这个时候她是真高潮了。这个时候她大声喊就是大喊大叫，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是我见过一上海女生，我就得拿枕头捂她的嘴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酒店她喊的声音太大了，就是可以，我毫不夸张的讲，她高潮的时候声音是可以把隔壁的邻居吵醒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进入到真正的冲刺阶段啊，男性在这个时候在真正冲刺啊，就是那种像 A 片那样哒哒哒哒那种打桩，是在这个时候来打桩的，一下子就把女朋友就是送走了啊，就是听明白了，男性这样走，然后这样走，然后女性高潮完了以后再这样走，而不是傻逼男性就是上来就这样走，然后就没了。那女生根本没开始呢。所以女性的性爱的这个视角，生理分析、心理分析，我们开始啊，第一次出现这种女性视角分析。女性因为她属阴，她跟男性过程正好相反，所以女性的开始的阶段是不血脉喷张的。他给你摁到你不是他给你给他摁到床上的时候，女性是很羞臊的，很推抗的。哎呀，不要，哎呀，外边有人之类的。你看了，他都是这样的。那男的说他去你妈，这边有人吗？就是哎，没人，我颠了。但是女性不是，所以女性呢，正好跟男性相反。开始这个阶段就是爬坡这个开始这个山腰以下这个上山的阶段，开始是慢热的，女性都是慢热的，兴奋点是慢慢的点燃的。他跟男性不，男性一开始就是血脉喷张，我操，进入女性体内了，那温润的一下就哇操就拼了，不是啊，所以。男人在这个时候不要，我就呼应了我刚才教给你，就是男性在开始一直蠕动不打桩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感觉，你打桩你浪费了，你那个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刀刃在他最后，所以男性在这个时候打桩，就是女性刚分开鞍子开腿让你进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去打桩，你10下冲击10下的，就是起到的作用，在女人身上起到作用，不如你在她高潮的时候那1下的作用，一点都不夸张啊，1下超过你现在10下，甚至超过你现在100下，所以你一上来打桩是非常傻逼的。这种傻逼行为啊！那女性刚热身的时候，她开始娇喘，她开始发骚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要配合，你要不然的话你这时候就射了，我操！那这个女生嫁给你好惨啊！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就容易变成性冷淡啊！这么多女生说我们好，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成年妇女，甚至老年妇女说，哎，性爱这东西没有也挺好的啊！因为温哥华有好多这种大奶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吃亏了。老公在国内做生意，他们不觉得自己说，哎，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有妇科病啊，就是有没有都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性冷淡了，老是这样的，他当然就性冷淡了。所以呢，开始小火乱炖啊，小火慢炖啊，那也就是说拍 A 片不好看，5分钟到10分钟是必须这样的。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女性开始往80%爬坡的阶段啊。那么在这个阶段呢，这个就是跟男性一样啊，就是要收放自如。这个时候双方是可以合拍的，就是你不要到那个最后的80%不可回头点，这个时候女孩就能追上你啊，你俩就完全合拍了。合拍了之后就好玩了，那可好玩了。女生在那个80%点之间的那个过程特别美啊，那媚态那个肤色啊是粉的啊，就是好了。然后呢？到80%到100%的过程，就是冲击高峰点的那个高潮点的过程，男女又有区别了啊！注意啊，开始男女有区别，最后男女也有区别。80%到100%，男性叫什么？叫不可回头点啊！就过了那儿，当当当当就喷了，就必高潮无疑。但是女性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最难的啊，最难的啊！就是女性80%，大部分女性得卡在这儿。中国女人之所以没有到高潮，不是说中国女人没有到过80%，所有的女人都能到80%，就是80%到100%的真正高潮，大部分中国女人没到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女人的这个东西特别麻烦。这20%的最后一段路，如果男性的话，阳具这边是不可回头，自然惯性上去；女性这边就是什么？女性这边就是爬冰坡，而且是陡坡啊，竖直向上的喜马拉雅山的最后一节，上面全是溜冰的。然后你最后这是那个女性的效果，你就别说惯性了，惯性你肯定上不去的。你说咔咔咔让女性，就是我跟女性搞1个小时这种鱼水之欢，各种换姿势换体位，然后她自然高潮不可能。那么这个阶段必须要用技巧啊，不光是用体能了啊，要用技巧。就是要穿冰镐，用冰靴啊！什么叫冰镐和冰靴？否则你就会卡在那99%的位置啊！就是它就到不了那最后那一下，为什么？它就是不会触电那一下，它不会到，为什么呢？又是因为原地打滑了，原地打滑到不了高潮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找到它的基点，一定要找到它的基点啊！这是女性的秘诀，就是女性在最后的20%，要想突破到100%啊，80%要想突破到99%，突破到100%，一定要找到基点，找不到基点，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到不了性高潮。像你不要说1个小时，你就是他妈1000个小时，你这个捣烂了，她都到不了高潮。所以呢。秘诀就是什么呢？秘诀就是你找到它的基点，而且针对基点进行攻击。正确的攻击和摩擦女性的基点是最后1%的那个秘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找它的基点就是一个真正的女性身体打开给你的这个秘密啊。为什么你搞不定这个女人啊？
要跟你离婚的时候，冷眼无情的就他妈给你抛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找到他的祭点啊，而另一个男人找到了，你肯定输了啊。范增就找到了啊，虚孙德就没找到，那他就输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还记得那个电影可有意思了，我要那个土匪老大，然后他老婆居然给戴绿帽子给摁住了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然后那个小媳妇儿哭哭啼啼的，因为土匪要干掉他了，杀掉奸夫淫妇了，说我跟你2年了啊，都不如跟那哥哥两个晚上的快活。哎呀，那人我操，是土匪，是宋江还是谁的？阎婆惜的台词是谁我忘了，反正就是非常这个真实。好了，我们讲祭点的正确位置啊，现在进入最关键时刻啊，摩擦祭点3部曲。首先第一点就是正确找到祭点位置啊，祭点位置不一样，每个女人都不一样。大部分女人的祭点啊，在她阴道的口附近，11点钟到1点钟之间啊。如果女性仰躺的话，大家知道12点是正上方啊，它不一定在正上方，它有可能在这儿，可能在这儿，就是11点到1点之间的某一个地儿，深度呢大概5厘米啊，大概5厘米啊。兴奋的时候呢会变硬，变成个硬有点像那个桃核啊、枣核啊。兴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祭点啊。这大部分女生不是每一个啊，有的女生祭点不在这儿，有的女生祭点在比较深的地方啊，你要用龟头去碰。另外有的女生的祭点在阴蒂的位置啊，就她只能阴蒂高潮，那你就费劲了，你用屌插一辈子你插不着她高潮，你就配合手法了啊，因为她要是在阴蒂祭点，她祭点没有在阴道里边，那你就只能用手了，因为你的小鸡鸡你又不可能对吧？小鸡鸡没有这么灵活嘛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家庭婴就得就位了啊。然后第一个是找到她位置啊，这你说老王那我怎么找不着我媳妇儿祭点？把你媳妇儿送给我找到了再给你还回去，笨蛋！你怎么他妈吃饭的时候面条你怎么不往耳朵里杵啊？你怎么不把米饭往鼻子里塞啊？你还找不着，你忙啥？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更重要呢？试问各位男生，他妈是各位丈夫，你们男朋友们，你们啥事儿比这事儿重要啊？你还这个事儿你都不啊？找不着，去滚啊！你去当和尚去吧啊！所以这个事儿是一定会找着啊。第一啊，找不着就滚，就不要当我听众了啊。这个第二的，找到正确的位置以后要用正确的方法。祭点和阴蒂祭点和阴道祭点都是一样的，祭点特别敏感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跟你们看那个假日本 AV 那么干。呵家伙，那个使劲抠啊！我操，你当祭点是珍珠呢，能抠下来啊！它会受伤的，所以一定要温柔啊！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温柔啊！这样，老王，给你们这么讲，你用舌尖，男人的舌尖，这是最软的地方。我告诉你啊，舌尖使劲舔，疼了，你就知道力道了。如果是用手啊，比如说我的鼻子尖是祭点，我给你们比划比划，比如说这儿，这个力度大了啊，大了，不是说这样啊，就是这样的力度才是对的，就是几乎没有力度。这你看，你想不到吧？男生们你想不到吧？因为这就叫女生，女生的身体很柔软、很脆弱的，没有说叫祭点，这祭点，你要谢天谢地，你老婆没有碰上我，弄一次就不跟你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一定要温柔啊，特别温柔，尤其是开始的2-3分钟、3-4分钟，特别温柔，不要以为他叫了一声是因为他爽了，是他因为他疼了，所以一定要找到祭点，或者你猜到祭点的位置，因为祭点位置我告诉你了，还他妈不知道吗？然后你摸到了，或者你用手摸到，或者你用手摸，记住一定要用润滑液啊！去超市买或者在京东上买，到处都是润滑液，就是人体润滑液买的，一定要用润滑液，绝对不能干手进去，而要把手指甲修好。所有留长指甲的男人，女性叫什么？别理他们这帮孙子啊！就是有的男的那指甲留倍儿老长，我操！这种男人你就打死他算了，压根没有服务意识。你看咱这指甲修的多好，多圆啊！就是你懂吧？所以就不能伤着人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要轻柔，非常温柔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女性一切都是一个规律啊，女性的一切都是她越来越瓷实。开始你温柔，真正到高潮的时候，她反而不用温柔了。越到后期，你看她的反应啊，她快口眼歪斜的时候，你要加大力度了，而且要加快了。开始不要快啊，开始轻轻的摸就行，就这么轻轻的摸。如果屌的话，也是轻轻的屌。那后来就可以这个力度了，明白吧？没有这个力度啊，永远都不要这个力度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对付女人，男人记住啊，一切都跟你相反，千万不要着急。这句成语叫操之过急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慢钝、很晚的动物。它之所以没告诉你，它是怕你伤心，它不告诉你。但是你要是真的做对了，它就很幸福啊。第三个要义就是，当女性的兴奋度到95%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她就是你们干了，比如说半小时了，她已经就是厚积薄发到最后一下的时候，她已经什么都开始乱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火力全开。如果你的大屌再碰到她的祭点，大屌火力全开，记住啊，火力全开要对着祭点开啊，不要倒得那么深啊。如果你的女朋友的祭点是很浅的位置的话，5厘米的话。你知道男性不都一般吹自己的小弟弟15厘米，什么18厘米吗？1/3进去，听懂了吗？别他妈2根进墨，3浅1深9浅1深的浅就是进1/3，就是碰祭点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火力全开啊，你可以大力抽插，但大力抽插也不是全进去，因为全进去就过了祭点了。那然后当他的达到高潮，你能看出来他达到高潮了，因为他的阴道的状态，他子宫的状态全都不一样了，一下就是女性的体内的一下就出了洪荒之力，就开始怎么讲？就是你的火箭就开始被裹。就是他那个下身就像有一个真空泵一样裹你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他真的到高潮了，这装不来的，那是装不来。他嘴上喊什么，他下边他运功他运不到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女生因为高潮状态，她的阴道会收缩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施展啊，如果你这个时候要被夹的受不了，要射出来了，这个时候要想一下教主啊，想一下啊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啊。然后因为
把女性完全服务完是男人的天职啊！一定要顶住这个吸引挑战，一定要等女性，尤其你想要儿子的话，一定要等女性完全高潮完以后，累瘫了之后，然后再用自己的喜欢的姿势，最后冲击一下射精，明白吗？然后那我女朋友不同意怎么办？我告诉你啊，女性没有不应期，女性没有不应期，她刚刚高潮完，浑身大汗，趴在那儿，你最后射那一下，她依然在那儿唧唧歪歪的叫的可爽了，哼哼唧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依然是一个小，她跟男人不一样啊，男人是真有不应期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完成了你的这个最后的冲刺射精之后，那个时候女性完全被你弄的就是就是等于软作一团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一个床上绅士，最后呢，还要抱着她聊一聊天啊。当然如果你们是内射无套的话，那你这时候你还得拿湿纸巾帮她擦一下啊，因为会流出来的一会儿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这就叫男性的床上礼仪啊，真正的合格的男性绅士是这样做的啊。这个是我今天讲的全是干货啊，我估计老王性能力差点，性能力一般，但是技巧就是我的这个体能显然我肯定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体能，因为毕竟是岁数，因为我也不是运动员出身啊。但是我有自信，就是100个男的跟我比，可能95个，甭管你多大岁数，包括18岁的90，我不敢吹是99个不行，但是至少95个就后边带人啊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个我这个王老头有这个自信呢，就是不停的要内观自己啊，要见贤思齐，日三省吾身啊。这样的话，就好多人说老王，你看你整天这么花，你老婆怎么管你啊？你要有这样的老公，你会管他吗？太好了，简直太完美了，对不对好了，就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潮吹，其实那是不科学的，那个其实就是尿。就是被日本 AV 引导的啊，女性有的时候在高潮的时候，因为她压迫她的那个尿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膀胱啊，她就会分泌一些新的尿液出来，有的时候她会失禁的啊，这个日本人管这叫潮吹。但是你看那个资深日本 AV 女优潮吹女王退役了以后接受采访说，我他妈肾不好啊，我肾不好，我尿道炎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为了拍 A 片要喝4升水啊，就是开机之前喝4升水，为什么？产生尿液，然后足够的拍那个过程啊，所以最后把她的那个尿道给她弄坏了嘛。潮吹女王接受采访就是这个不好啊，而且呢会把床弄脏的。这个不好，不是说你做不到，能做到，尤其是拿秒潮一会儿就做到了，但是你就是最好不要让你的里边搞这么狼狈吧因为这个事儿，没必要啊。就是我反对潮吹这个概念啊，就是这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那个东西是假的，是一个伪科学，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潮吹出来的不是尿液，还跟你说那不是尿液，那是前列腺液，去你妈，女人就没长前列腺，说你还说那干脆是精液算了，你咋不说你女朋友高潮的时候射出来的是精液呢？操，那就是尿液。一点都不骚啊！我觉得新鲜的尿刚出来的是不骚，它不黄废他妈话，它刚喝的水，刚出来的，你刚喝完水尿的尿，它不也是白的吗？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不是让他爽，玩越变态他以后越忘不了。不要说变态了，就是如果他是高度，我跟你讲有一句话就是女性的心是连着阴道的，男性的心是连着胃的啊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就是女性一次到了被你干到高潮，如果她这一生你是她第一个这样干过她的男人的话，忘不了你啊，这真的是这样。好多女人说男人就他们下半身思考，真不是。我告诉你，男性到了我这岁数或者到了我这个境界啊，吃过见过玩过这么多年之后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性高潮一定是灵与肉的结合，只有肉是不够的，但是没有肉那是更不够的啊！那你跟红姐无论如何都到不了高潮，听着啊，就是红姐那些所有的那些客人都他妈的都是他妈尿憋的，憋骚的，那都是社会最底层。真正到了员外级啊，社会高层人士啊，咱们他妈的就是小康之后，你这个男女之间要有感情。要多次磨合，而且叫日久生情，日子越长，双方高潮的钥匙把握的越准，这感情越好，因为它就像跳舞一样，很爽的。如果跳舞这个舞伴啊，你跳舞一个好舞伴难求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这俩货跳的特别好，配合不好，他俩老跳，这一辈子他俩都是舞伴，而且一曲一来，他俩又忍不住又抱一起跳一场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一样的啊，就是这太舒服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他们。这还是那个举例，就跟跳舞一样，它爽啊，它解决你的人性那个内部的多巴胺的爆棚式分泌啊，它就是爽啊。所以多次配合啊，不要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啊。说了，我今天看完老王的这个节目，操，我就是18般武艺，激样样精通，今儿晚上我就换一个人，不可能啊。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摸索啊，慢慢的去掌握。这个W123说的对啊，不要信 AV 公司是讲绩效的啊 ，AV 公司是讲商业效益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 AV 公司是老王这种就是手把手教给你的教育频道啊，不是性教育频道，它是讲效益，它是为了。打手枪的时候卖得快啊，就是需求大，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真的东西，他是就是这么讲吧。你学武功，你能他妈跟着武打片学吗？你看了几次少林寺，然后你就会了吗？那不可能啊！他就是等着，就是给你看的最好看的、最华而不实的东西。所以必须是功夫师傅教你才能练出来，上擂台实操才能练出来。功夫师傅教给你透了之后，你还得上擂台去实操去，直接挨打，然后最后你才功夫提高，这是一样的道理啊！不是说今天看完之后，明天我就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随着双方的熟悉。尤其是女性熟悉了自己的高潮，女性好多女性，中国女性就是好多没见过高潮。如果她找到了高潮之后，她也有一个逐渐适应和加快进度的过程。你开始第一次让女孩高潮是最难的，之后她自己也知道这个位置我就可以很快高潮，她也建立了信心。好多中国女孩没有信心啊，以为自己就不行。那是因为他们的男人从来没有做到过嘛，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只有一个男人，但是呢，就是从来没高过，所以她呢有了高潮之后，她也会建立信心啊，迅速的就是达到易高潮体质啊。女生如果你要是完全了解她的身体，易高潮的话。你就搁我今天的功夫的话，我就是20分钟让他高潮啊，就2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，就可以让他到最高潮。就是你太熟悉他了嘛啊，你的功夫太娴熟了。
那让女生的这种高潮的耗时就会从开始的1个多小时啊，折腾1个多小时，最后越缩越短。对于熟悉的女伴，你看这个观众写，他说我大镖客说我熟悉的女伴，他现在15分钟足以让她高潮。哎，这不是吹牛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1小时的啪啪啪也可以让女伴高潮多次，女孩的高潮、女伴的高潮几乎是可以无限的啊，这个也是实话啊。女孩的高潮就是2次是肯定没问题，取决于她的体能啊，体能虽然是无限的，但是3次以后的女生一般都是就是烂醉如泥，瘫软如泥，她也就是有闲者时间了。那个闲者时间倒不是说因为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妈的累死了啊，就是因为这大家懂吧？就是那个神龙生气了啊，小悟空你又死了，又给召唤出来了啊，让他复活吧啊，一会儿又死了啊，神龙生气了，你怎么老死啊？我操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神龙生气了，所以女生的闲者时间是这么来的。然后他说我最高的记录是1次啪啪啪让女生高潮了7次啊，这个就是他有凡尔赛的成分啊，一个是取决于当时的状态啊，他也不是天天如此，再属于那个女生的状态啊，所以这个是。不足为指标啊。那么啪啪啪让女人高潮2次，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。一般的女人也不会要求2次啊，有1次还挺满足的啊。尤其是上了岁数了啊，年轻小女孩可能啊希望多弄1-2次。一般的小少妇啊，1次完美的高潮，小少妇就高高兴兴洗澡睡觉啊。由于篇幅限制，如果教主和教友们感兴趣，等下次再写一下火箭摩擦祭点和女生1次啪啪啪多次高潮的内容，好吧？你别吹牛逼就行啊，你别凡尔赛就行啊。对，7次不可能吹大牛，不是他有可能这1次，琳达，你不能你不7次就不是否认别人，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偶尔1次碰到7次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真正吹牛，反正我是没见过啊，就3次我都没见过。啊，所以这个他有可能是大镖客有可能吹牛，但是无所谓啊，也可能是咱们鼠目寸光，咱们达不到以为人家吹牛。谢谢你啊，拿星大镖客，谢谢你啊，你这个真知灼见真的是无私分享啊！你要知道这些真知灼见其实是很难得的，而且要是真是传授的话是要收费的，而且就跟过去练武一样，那最后会变着花的骗你。为什么？就是10分钟给你教完了，那你还会交学费吗？所以什么第1年让你担水，第2年让你扫地，第3年让你在筐边上走，哎呀，先他妈奴役你3年，做你3年的苦工，第4年再教你点什么扎马步啊，这为什么？就是他妈坏啊！这老师要吃你啊，割你韭菜。但是荒野大镖客呢，和我大老王呢，就是直接咔一把给大家捅漏了，哎，自己修行去吧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养生的过程啊，就是养生的过程，就是我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，就是不是射的双方男女最高潮的过程，就是在中间的过程。这是荒野大镖客没有写的，就是你们看我现在的状态特别好，你们看了吗？我现在状态就是心神很旺，能看到吧？心力有一个成语叫心力憔悴或者心力交瘁，哎，我这正好相反，我是心力不交瘁或者心力完全没有交瘁啊，就是心力旺盛。你能看出来吧？这个状态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它这跟男女是这个就所谓双修是有关系的啊，这真是有关系啊。所以你们呢，就是在中间那80%那个路上，就是来回的那个路上，我之前教给你们就是行小周天吐纳之法啊，就是采阴补阳，就是采纳之法，就是你观想自己有一个气球。从你百会穴吸天地之灵气进来之后，沿着你的任督二脉，就沿着你这个后脊梁骨下去，然后在你的会阴摄入到女性身体里边，然后再给它抽回来啊，把世界精华从女体内子宫里边给你通过你的囊根吸回来，然后沿着你的肚脐就是沿你胸口这样胸口轮、嗓子眼、喉，然后到口腔，这样循环啊，这样循环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当你循环到喉咙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口唾液咽下去，不由自主的一大口唾液，这就叫津液，天津的津液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炼丹。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以享受这个过程啊。女人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也很舒服的，你也可以教给她，你们俩对着踩是可以的啊。但是甭管她了，反正以我个人的经验，他们这时候应该顾不上了。那个在里边享受啊，那个胡言乱语的，在你底下胡言乱语，那么男自己干这事儿就行了啊。但是这个体位，记住啊，这个体位一定是男上体位，就是传统的传教士体位啊，男性是可以这么干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可以让女生达到高潮，而你不射。啊，这是你比如我今天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，就是女生高潮之后，你完全不射啊，就是她最后媚态百出，阴道吸你，你也可以完全不射啊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去避开她的那个对你的这个火箭头的攻击了啊。一旦突破了40分钟，哎，40分钟跟1小时没有区别，因为之间就是无限循环了。那就是一旦突破了40分钟，1小时2小时，就是看你体能了，你懂了？不是你能力，而是你体力啊，就跟农村老太太打架一样，比的不是功夫，而比的是肺活量啊，就是你最后他妈的一个人喊断了气了，你这个那就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。到这个状态，你完全不射精，而女性完全高潮了。这个过程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养生考里边，就是在高罗佩写的那本书里边，这个过程实际上对男体是非常有益的。对于45岁以上的男人也是有必要的啊，因为我们这样的年龄啊，每天都射，那你就是会形容枯槁。尤其是你比如说你有好几个女朋友啊，比如2、3个，你都要喂饱。你这在古代嘛，就是古代士大夫防中考，他有3妻4妾，还有17、18岁的刚纳进来的，你都要喂饱啊，所以你要有采战之法，你不能射。啊，憋着容易得尿道炎，一派胡言，这他妈跟尿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得尿道炎是因为你老婆有阴道炎，给人家传上了。健康的阴道，健康的尿道是无菌的，健康的阴道里边的菌群也是非常好的啊，乳酸菌之类的，就非常好的健康的菌啊。你丫他妈得了炎症了，你不是说憋的，你是他妈的赶紧去吃药啊！好嘞，谢谢点赞和订阅哦。